觉得这座城市很安全。刚说完，感觉晚上出行也很安全。然后我把我的包包都抱紧，我走多前又够前，然后再一个漂亮的回旋踢。接上一集，在葡萄牙最美餐厅吃过午饭之后，我要赶往下一站波尔图。开到一半有一点困，我得睡一下，一定不能疲劳驾驶。睡一睡，躺一躺。A few moments later. 波尔图其实真是一个非常不适合开车游览的城市。其一，路都很窄；其二，很多路段都是禁行，还有单行线也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停车的位置太难找了。上一秒还在翻单呢，下一秒就像个农民工一样拖着行李爬坡。因为波尔图很多街道都是不能停车的，我只能把车停在一个稍远的地方，拖着行李爬上来，好累啊！所以不要问我为什么一天到晚吃这么多还不胖啊，体力消耗太大了。走到一半，忽然发现这个街头狂欢，乐队的精彩演出吸引了不少路人，大家也很投入地跟着音乐跳舞，场面真是非常热闹。不过我们可得提高警惕哦，一般这样的场合都是盗窃事件的高发地哦，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钱包。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我的 Airbnb 了，带大家看一下。在市中心的好处就是去哪都很方便，坏处就是停车比较困难。然后因为波尔图都是这种山地城市，哇，我刚才拖这个行李箱爬坡，爬得要生要死的。但是在这样的街道住还挺有意思的。你看，那两个人也在爬坡，哇，好辛苦。赶紧看看，体会一下我刚才的艰辛。现在打算把车还了。波尔图不是那么适合开车，还不如早点把车给还了。还车之前，忽然在地图上发现了一座很浪漫的海边灯塔，打算绕道去看一看。哇，果然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呀！这座灯塔在波尔图北部的市郊，坐公交也是可以到达的，觉得还是挺值得来的。看了海以后心情舒畅，现在继续出发到机场还车，还完以后从机场直接坐地铁回到市中心。还完车已经很晚了，回到市中心已经10点多了，吃个炒饭就算了。我就不明白，还完车明明就才8点多，是怎么就搞到10点多？那个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路有那么远吗？波尔图人的夜生活也是挺丰富的，现在已经11点多了，我看街上还是挺热闹的，很多路边的咖啡馆都还在开，街上的行人也不少。
的来说，感觉这座城市很安全。葡萄牙整个国家我去的所有地方，我都感觉挺安全的，但是可能也和疫情有关系吧，因为现在人比较少，就没那么杂。听朋友说以前来这儿玩，被抢劫过，然后也有朋友来这儿玩，车被砸了，然后护照啊，所有财物都被洗劫一空，报警也没有用。但是我的总体感受还是挺安全的。虽然我刚说完，感觉晚上出行也很安全，但是我还是很有警觉性的。就是我看四下无人，然后就找了一个景点坐下来，打算玩一玩无人机嘛。然后准备起飞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人从远处走过来，然后他和我的眼睛对到了，他就朝我的方向走。我当时就警觉起来了，这么大一条街，你往哪儿走不好，你往我这边走。然后我就觉得他有别的企图，然后我就立刻整个人弹起来，跑过去把无人机捡回来，然后把我的包包都抱紧。然后他看到我那么大反应，他就好像也有点怕，就走开了。如果他再往我这个方向走一步的话，我就要进入战斗模式了，我就要趁他还没有任何行动之前先发制人，我左勾拳右勾拳，然后再一个漂亮的回旋踢然后出其不意的先制服他。刚才那个只是单一事件，而且我也不确定那个人走过来到底是要干嘛，说不定只是想打个招呼呢。虽然我当时真的吓了一跳，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分担心了。波尔图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不过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旅行，一定的警觉性还是要有的。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差点要使出我的左勾拳右勾拳现在要去一个著名的景点斋罗书店，它是一家书店，但是由于内部的装修非常华丽还有独特，所以也成为了波尔图的一个著名景点。哇，我已经一大早来了，我想不到有这么多人排队。你看，这些都是排队的人。哇，这个队伍有10几米长，大家看。我决定不等了，不用这么刻意，先去别的地方看看。斋罗书店建议下午来吧，就是趁它关门之前来。我下午经过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几个人在排队了。斋罗书店再往前走一点，就是著名的卡尔默大教堂。今天走哪儿算哪儿吧，到处都随便看看。哇，这是一家什么店呢？怎么生意这么好？我也去尝尝。味道和搭配都很不错啊！这是波尔图一家很有名的轻食咖啡馆，推荐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又有一座阿兹勒赫瓷砖装饰的教堂，好喜欢这种风格啊！进去看一看。还是不要打扰到人家做礼拜了，我在外面看看就好了。
拍视频的时候碰到一位瑞士大叔，他也对这种青花瓷的装饰非常感兴趣。我告诉他，这其实是葡萄牙人从中国人那儿学来的。他有点惊讶的同时又觉得非常合理，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古至今中国的瓷器技术都是全世界领先的。得知我也是酷爱旅行的人，他非常兴奋地给我展示了一些他在葡萄牙其他城市拍摄到的美景。葡萄牙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由于我这次是独自出行，所以没有往太偏僻的地方跑。其实有很多森林公园，还有偏僻的海岸线，都是非常值得造访的。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刚刚被一个钩子勾住，这个包带可能要断掉了。前面有很多服装店，随便找一家问他们借些针线来缝一缝才行，不然等一下断掉就真是尴尬了。哇，我当时真的觉得好神奇啊，居然路过了一家有缝纫机的店。这是一个卖围裙的店，跟店里的小姐姐诉说了我的困境之后，她非常乐意帮助我。It's a circle 旅途中总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时不时都要向别人寻求帮助。大多数时候，人们都是很乐意伸出援手的，毕竟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的呀。路过波尔图最美火车站，进去看一下。这两个老爷爷背着圣像一路前进，到底是要干嘛呢？好奇心驱使我要拦下他们问个究竟。原来他们是花地玛圣母的朝圣者，我的天哪，他们已经徒步了差不多1000公里了，从法国穿越各个国家一路走到葡萄牙，终点是位于葡萄牙中部城镇法蒂玛，那里有一座天主教朝圣教堂，是为了纪念1917年花地玛圣母显灵而兴建的。根据历史记载，圣母曾在花地玛这个地方显灵3次，具体的故事也非常神奇有意思。我记得老高有一期视频就讲过这个事件，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哦。来到河边了，我想坐船游览一下美丽的波尔图。乘坐游船绝对是欣赏波尔图两岸风光的最好方式，在最热闹的地方都是一些大的游船公司的摊位。我往前走了走，看到一个稍微偏僻的地方，一个孤零零的小摊位，一定是一家小公司，价格居然比大公司便宜了1欧元。我想这就是他们唯一想到的和垄断性大公司竞争的方法吧。小公司的服务没有大公司那么模式化，其实感觉更有人情味呢。不仅便宜了一点，而且人也比较少，最重要的是还有意外惊喜哦。哇，不会整条船只有我一个人吧？好像真的是。作为本次航线的唯一乘客，我有幸被邀请到了控制室。This is Captain here. It's Captain. Captain, Yeah.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VIP is. Yeah, you are VIP. It's for sure. So we can take the pictures if you want. 刚才都说你有什么需要都尽管提出，现在这条是你的船了。
游船实在是太愉快了，在船上看到的风景和在陆地上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斋罗书店旁边有一家很有特色的雪糕店，口味超多，而且味道非常好呢。波尔图真的很多这样子的陡坡，一路上要爬很多楼梯还有陡坡，但是爬上来以后呢，就能和美丽的风景不期而遇啦。我都没想到这里有这样一个这么大的观景平台，也是无意中路过的。哇，小姐姐美美的，哇，好美啊！现在来到一家当地朋友推荐的餐厅，看着好像很一般，不知道好不好吃呢？好好吃哦！你别看这个卖相一般，卖相实在是太一般了，但是居然出奇的好吃。我看到图片的时候，我都有点想走了，但是意外的好吃。这家餐厅是朋友极力推荐的，店面是其貌不扬，但是食物的出品真的很棒哎！我刚进门看到环境的时候，其实有点打退堂鼓，想走了，因为装修门面真的非常朴素。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点了个鱿鱼，结果超级有惊喜呀！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整个旅程中吃过最好吃的鱿鱼，而且看到其他桌的客人点的东西，闻着都超级香啊！可惜我时间有限，要早点回去收拾行李，不然肯定多点几个菜来试一试。再吃几个蛋挞就回去啦。这几天的葡萄牙之旅真是太精彩了，美好的旅程如此难得，所以才值得被记录下来啊！能够分享给热爱美好的你们，也是一种缘分和幸运。